站过岗，踢过正步，扛过枪，走过人民大会堂。大家好，我是曹日蕊。2017年考入西南石油大学之后，在经历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和大学入学教育之后，便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，成为了一名仪仗女兵，执行了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、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以及德国总统、挪威国王访华等一系列仪仗司礼任务30余场。在退伍之后，我回到大学校园，现在是西南石油大学2019级的本科生，学的是播音专业。献身仪仗，为国争光，是仪仗大队的精神；为祖国加油，为民族争气，是西南石油大学的精神。在我看来，这两种精神是一致的，都是我至死不渝的信仰。我相信，心中有信仰，脚下有力量，民族就会有希望。仪仗方面，我看！其实也不是一个很突然的决定吧。我的外公他曾经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，所以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跟我讲红色故事。然后长大以后，我也会去经常看像《战狼》呀、《我是特种兵》这样的红色主题影片，也就更加坚定了我想要去成为一名军人这样的一个想法。后来不是看一篇文章吗？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美好，只不过是有很多人在替你负重前行。那个时候我就想，如果能成为这样一个人，那该有多好。后来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，我知道大学生原来也是可以入伍的，然后就偷偷的先是瞒着家里人就直接报了名，结果一路非常的顺利，然后就这样走进了军营。其实最开始从地方去部队的时候，最大的困难就应该是新兵连吧。新兵连其实就是一个过渡期嘛。那个时候我记得每天是，早上和晚上是3个5公里，还有3个100，5公里是跑，然后3个100是100个仰卧起坐，100个下蹲，100个俯卧撑。但这只是早上和晚上的训练，像白天还有打95，就是打枪，然后还有手榴弹等等。然后每天就是爬在那个土里练匍匐，那个指甲缝里都是就是被血染的那种沙子，就是蛮惨的。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去克服嘛。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班长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曹蕊，你要是爬在前面，你吃的就是苦；你要是爬在后面，你吃的就是土。后来经历完以后，就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困难，就是很多困难看的时候觉得它很难，但是你经历过了，愿意去尝试了，其实也就那么过去了，反而还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。我新兵第1年吧，2017年那个冬天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天特别冷，然后也是马上要跨年了嘛。那天我们连长说，如果今天零下15度，谁可以训练到头上出汗，并且结成一个小冰柱的话，就给一个嘉奖，一个挺厉害的一个奖，就是仅次于3等功嘛。然后当时我其实也并没有多想，我想我只是个新兵，而且还是个女兵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干劲儿？就那样，我就咬着牙，然后1分钟2分钟就慢慢的就是战胜了那个寒冷。其实我们当时穿的衣服非常单薄，就只是一个简单的长服，就像我们西装外套一样，里面套了一个衬衣，就这样穿的。然后就是差不多训练了1个多小时的样子吧，然后我的那个脸上就会有小汗珠，然后就结成了霜，就是像那个雾凇上面那个东西一样。
我当时觉得我就好像个雪人，然后我们连长就把我拉过去，然后没想到那个嘉奖最后就是我的，这个还蛮有意义的。编队名额很有限，因为毕竟这个任务相当于是国家的最高礼仪，就是只有习主席和外国总统出任务才能让我们女兵上场，所以它的规格是很高的。然后我们就不仅要接受政治审查，然后军事训练动作的考核，还有就是心理素质。因为我们在上任务的时候，那个礼炮的声音是很大的，所以就是各方面都是很重要的。然后也就让我们平常就是训练的时候就非常的高标准高要求。就有一句话说，在仪仗队是没有晴天的，因为天晴也会下雨，是战士的汗水一直在滴。然后我们不仅会在冬天的时候就是脚底下踩着雪会训练，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地表温度56摄氏度也要继续在外面训练，因为任务是什么标准，我们平常训练就是什么标准。在每一次任务之前也会有一场合练，那个合练就是完全模拟任务时候会发生的所有突发情况，都会在那个合练的时候去练习。就比如说，如果那个总统他开会的时间晚了，我们可能会在大会堂外面多站1个小时，然后我们合练的时候就会多站2个小时到3个小时。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训练都会很高标准高要求，也就是这样，就一次又一次会淘汰掉很多人。不是说你上过一次任务了，你以后的任务都能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一个时常都要觉得自己是一个新兵这样的姿态，然后严格的去要求自己，这样才能够上更多的任务。是上任务是在2018年的8月份，然后那个是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，当时是中非合作论坛的北京峰会，所以那段时间的来访国特别的多，然后任务也非常的繁重。像以前的话，作为一个新兵，他去上任务可能是就上这一场任务就下来了，但是我那一次是连续3天上了6场任务。当时我是新兵，然后我是我们那一批新兵里第一个上任务的，所以我压力非常大，就是旁边站的全是班长。然后但也就是那一次让我感触非常的深，因为我最近的时候就跟习主席就只有1米的样子的距离，就是看着他的眼睛就是一直盯着他，然后甚至就是表情就是面带微笑，就是情不自禁的。然后我当时心里就想了一句话，就是说能把自己的青春和国家荣誉联系在一起，以前像新兵连接受的那些严苛的训练都是值得的，因为今天那一天站在那里就觉得真的一切都很值得。就是其实这2年过去了以后，我最大的感触就是，当你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，你不要去害怕它，因为万事开头难，但只要你跨出了第一步，你就会发现什么坎儿你都能迈过去。然后当你走完了这个全程，你再回头看，你会非常感谢那个曾经就是勇敢的跨出脚步的那个你。然后现在的我其实也一直在做跟国防教育相关的工作，我经常就会告诉青少年们，我就说你一定要去热爱你的国家，因为你拥有的一切都是这个国家给你的。所以我也想把这句话就是告诉我的大学同学们，现在你们处在其实是人生中最好的一个年华，应该去学会奋斗，用自己的奋斗去为这个祖国它的繁荣复兴，它的中国梦去做出自己的贡献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不是说每一个人他都要去部队去军营去体验这样的生活，他在任何岗位都能够发光发热，做出自己的贡献。